女孩用身体作为筹码，只为跟导师达成一场特殊的交易。I would do anything to pass. Okay, Brian. I will give you a very, very good grade if you would just study. 导师明明拒绝得很委婉，但女孩却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为了报复对方，她萌生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当晚的派对上，她抓住大卫醉酒的机会，偷偷溜进卫生间，并顺势将房门反锁。女孩告诉大卫，由于成绩不达标的缘故，自己已经遭到学校的清退。现在的她不再是学生，而是一个急需安慰的女人。在女孩不断的挑逗下，本就喝醉的大卫，最终还是没能守住道德的底线。由于昨晚刚刚犯下大错，导致大卫根本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在与州长的直播辩论中，他甚至在关键时刻被怼得哑口无言。大卫糟糕的表现自然引起了同伴的不满。就在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时，2名警察却突然找了过来。Austin Police, this is Officer Hasserman. What, is debating the governor a crime now? No, sir. Rape is. 虽然在2周后，女孩撤销了强奸控诉并搬离了小镇，但大卫的生活却被她破坏得体无完肤。由于无法接受丈夫出轨的行为，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而学校为了明哲保身，也选择将大卫直接解雇，毁了家庭，丢了工作。男人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他给妻子打去电话，想要听听儿子的声音，可刚说了2句，却被对方强行挂断。这一刻，堆积已久的负面情绪便再也压制不住。第2天早上，大卫在好友家门外缓缓醒来，看着对方濒临崩溃的样子，金姐连忙让他进屋再说。可大卫在房间里等了许久，却迟迟不见好友的身影。当他回头望去，竟发现对方晕倒在门口。他在第一时间将金姐送去了医院，然而检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原来好友不仅患上了白血病，并且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为了让金姐离开的时候没什么遗憾，在对方出院之后，大卫每天都会陪着她一起游行，因为2人不仅在学校是同事，更是同为反对死刑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彻底废除内华达州的死刑。可惜的是，金姐恐怕再也见不到这一天了。晚上躺在院子里，大卫问好友，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金姐思索了片刻，竟回答说从没交过男友。大卫闻言随即表示自己可以帮忙，但从那清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此刻的他绝不是为了怜悯，更不是为了欲望。一夜过后，金姐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可就在第2天晚上，警方却再次逮捕了大卫，而他们给出的理由竟然是涉嫌强奸杀人。由于在金姐的尸体上找到了大卫的体液，因此他被判处死刑，并缓期3年执行。令人奇怪的是，大卫并没有选择上诉，他似乎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可就在行刑前1周，电视台却突然接到大卫律师打来的电话，对方声称大卫根本就没杀人，只要电视台支付50万，他们就会提供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老板觉得这起案件的关注度极高，肯定是稳赚不赔，于是便让对方指定的记者贝西带上1名实习生去采访大卫。经过1天1夜的旅程，他们终于在第2天上午赶到监狱。在律师的引领下，2人很快见到了大卫，交代好注意事项之后，律师就带走了实习生，贝西也正式开启了对大卫的采访。由于大卫杀人的案件太过复杂，他选择从自己的女学生开始讲起，直到当天的采访时间结束，他才堪堪讲完第一次入狱的经过。而外界不知道的是，他在2年前收到过一封署名为愿意做任何事的学生的明信片，上面只写着一句话：我的愧疚远超你的想象。这足以证明当年自己并没有强迫那个女孩。第2天采访之前，贝西和实习生来到死者金姐的公寓，没想到这里已经被政府改造成了一处景点。在付出了每人50块的门票后，工作人员便开始为2人讲解本案的各种细节。死者被发现时，正全身赤裸地躺在标记地点，双手背靠在身后，头被垃圾袋裹得严严实实。现场还有一个3脚架，但录像机却不见了踪影。而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手铐的钥匙竟然是在死者的胃里发现的。从金姐家离开，2人准备垫垫肚子再去找大卫，但眼尖的贝西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这几天他们似乎总能碰到不远处的这辆皮卡。实习生认为这不过是巧合而已。贝西闻言便不再多想，再次来到监狱，他和大卫聊起凶手的杀人方式，没想到对方却告诉他，凶手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大卫曾在某篇论文中详细描述过这种手法。 Someone's framing you? Oh, it's more than that. The tripod had no fingerprints on it. That means that somebody brought it there, set it up, wiped it clean, and left it. It's as if they wanted me to know that somewhere out there is a record of exactly what happened. As if they wanted me to die, knowing that the key to my freedom is out there somewhere. 贝西问大卫有没有怀疑对象，但男人却一点头绪都没有。他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只有面前的女记者了。等到和同伴会合，贝西仍然满心疑惑，他到现在也分辨不出大卫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可当晚上两人回到宾馆，贝西却奇怪地发现自己的房间不但没锁，门把手上还放着一卷胶带。两人紧张地推开房门，竟看到一盒录像带被吊在半空。在确认了屋里确实没人之后，他们这才将注意力放到录像带上，结果却发现上面写着的赫然是贝西的名字。在女人的提示下，实习生从宾馆里借来一台放映机，没想到录像带里的内容竟然是金姐的死亡记录。Oh my god. That's her. 金姐临死前的无助，让同为女人的贝西感同身受。她不知道究竟是多么变态的凶手，才会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第二天上午，贝西带着约定好的50万来到律师的办公室。他问对方，大卫的死刑能不能申请延期执行？律师却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他们谁也无法向法官证明那卷录像带的真实性。贝西闻言也只好再想其他办法。来到门口，他忽然发现自己将外套落在了楼上，可他正要去取，却再次见到了那个开皮卡的男人。此刻贝西终于确定了，对方一定是在跟踪自己，于是他趁男人没发现，飞快地跑回车上。What? Did you see him? Oh. The cowboy. He was here? He's in the lobby. Go see if his truck's out front. Tail him. Get a license number. Find out who he is. Don't screw this up, Zach. It's important. I know. How are you gonna get to the prison? Taxi. 实习生很快就找到了那辆皮卡，对方自然也发现了他的存在，但利用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男人轻易便摆脱了实习生的追踪。而另一边，贝西已经打车来到了监狱。对于那个跟踪自己的怪人，他不相信大卫一点也不知情。在女人不断的追问下，大卫终于说出了对方的身份。男人名叫牛仔，也是反对死刑组织的成员。不过他还有一层特殊身份，那就是金姐的疯狂爱慕者。此话一出，贝西立马断定牛仔有极大的作案动机。大卫其实也怀疑过牛仔，但他却没有任何证据。到现在为止，大卫已经将知道的一切告诉了贝西，他希望对方能够查清真相，这样即便自己死了，也可以让儿子知道他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坏人。望着大卫离去的背影，贝西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天晚上，贝西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录像，试图从中找到凶手留下的破绽。遗憾的是，整整一夜过去，他始终也没有任何发现。可就在第二天早上，当他捡起被随意丢在地上的毛巾时，却突然想到了什么。贝西急忙叫起躺在地上的实习生，两人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在付出了$100的代价后，他立马开始验证起自己的猜想。贝西先用胶带封住自己的嘴巴，随后将垃圾袋套在头上，并牢牢封住袋口，最后再将双手靠在身后，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按照提前说好的流程，贝西需要测试整整3分钟，但才过去10几秒，袋中的氧气便彻底告罄。Oh my god. 眼看同伴已经撑不住了，实习生立马撕碎了对方头上的塑料袋。而模拟完金姐遇害过程的贝西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She did it herself. 缓了片刻之后，贝西开始向两人解释自己的判断依据。金姐明知自己病入膏肓，活不了太久，所以她故意伪造出被害的假象，并用摄像机录下了一切。等到嫌犯被判处死刑，再让同伴把他自杀的录像拿出来。届时这起错案将会为他们废除死刑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卫马上就要行刑了，可录像却迟迟没有被公布出来。说到这里，贝西突然想到，或许金姐身边的那个帮手就是一直在跟踪自己的牛仔。为了解开事情的真相，贝西提出一个计划，由实习生给牛仔打电话，将其从家里骗出来，而贝西则是趁机溜进对方家里，想办法找到录像帮大卫脱罪。很快，牛仔就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实习生用知道录像的事作为诱饵，骗他来离家5公里的加油站见面。事情的进展异常顺利，挂断电话后不久，牛仔就开着车朝加油站赶去。等到对方消失在视野之中，贝西立马走进男人的住处，他四处打量了一番，很快就在书架上找到了几盘录像带。可他一盘盘的播放，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证据。直到将屋里翻了个底朝天，他终于在抽屉里有了重大发现，一份收件人是自己的包裹。贝西急忙拆开包裹，把录像带放进设备，而里面的内容果然也没让他失望。和他猜的一样，金姐并不是他杀，而是自杀。至于他身边的帮手，没有任何意外，就是牛仔。正当贝西沉浸在悲痛之中，一只大手突然抓向他的肩膀，原来是实习生在加油站没等到牛仔，他怕同伴发生意外，这才匆匆赶了过来。为了避免被回家的牛仔撞见，两人飞快地冲了出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幕似乎全在牛仔的意料之中。与此同时，含冤入狱的大卫即将迎来生命的尾声，而拿到关键证据的2名记者则是决定兵分2路，一人去找电话阻止行刑，另一人开车火速赶往监狱。遗憾的是，当贝西赶到的时候，大卫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他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
虽然没能救下大卫，但贝西还是将真相公布了出来。人们猜测牛仔之所以故意隐瞒录像，就是为了证明现行的死刑制度有时也会杀死无辜之人。警方目前已经对牛仔展开了抓捕，但截止发稿仍一无所获。就在大卫的案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牛仔却在机场和律师完成了会面。他拿走了那50万美金，飞到了遥远的墨西哥，随后将这笔巨款放到一间屋子门口。直到此刻，大卫的前妻这才相信丈夫当年真的没说谎。与此同时，贝西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包裹里放着一封信，信上说这是给他的自由钥匙。贝西显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他转头看向一旁的喜羊羊玩偶，没想到竟在夹层里发现了一盘录像带。他连忙拿着磁带冲进放映室，直到电视画面出现的那一刻，一个残酷的真相才终于摆在了贝西面前。原来大卫不仅不是受害者，甚至他才是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为了废除死刑，他甘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好电影百看不厌，我是亨利，我们下期再见。